朋友中学历史课本的封面是一座金字塔和一尊狮身人面像。隔了那么多年，他总算有机会来看一眼，这还蛮有一种多年网友终于线下见面的感觉。不过开罗和想象中的埃及不太一样，他没有一直提醒你这里有几千年的历史，东西就这么安静地待在那里，于是时间也在这座城市中层层堆叠。这里的东西好像都不是过去。近距离观看木乃伊，这里有一股就是陈年的杂物房的那一种味道，也有可能是防腐剂的味道。这座开罗博物馆是法国建筑师马塞尔·杜尔尼翁设计建造的，它有着粉米色新古典风格的外观，在周围一众沙色的建筑中显得格外亮眼。展出的东西很多，在一个很大的空间里被全部铺开。石头、纸、黄金、棺椁、木乃伊，这里更像是被打开的某一段时间。你说那个时候的古埃及人为什么连动物也要做成木乃伊呢？难道是自己的爱宠吗？这个就是书上面给我们展示的书立官会在沙草纸上面写的。我在书上看到过这些，所以一开始我以为自己认出来了，但看了一会儿才发现好像还是不太一样。它们看起来很像，但不是同一个层级的东西。这里好像没有什么所谓的普通文物，我原本以为很快就能走完，但走着走着感觉一直都走不完，就像这里的时间貌似也没有尽头。今天的晚餐是一家好像吃快餐的店，我们点了鸽子饭、塔吉锅、鸡肉饭，还有一个和我记忆里不太一样的米布丁。不过最惊艳的要数这一杯芒果汁。历史课本的封面正在眼前。李梭说他们当年到底是怎么把这些石头给垒上去的？因为这些石头超大块的，这一块还算比较小的了。你看，我的手掌只有这么大。然后他们靠人力把这些石头叠起来。在古埃及的清晨，采石场的工人们早已经开始劳作。敲击，用铜凿打磨，在滚木石上运输，最后堆叠。这里有着数百万块这样的巨石，百万块石头
就是百万次搬运。站在这里，可以想象那些4500年前的手，也曾像我刚才那样贴在这些滚烫的、被凿刻过的石面上。哇，完全没有脚蹬我的，天哪！走在这个路上，我不能再录了。我们现在坐骆驼去有一个比较有名的拍照点，哇，我抖的，我现在要手扶着了，不行，拿不了相机了，我怕我的人掉下去。这个点刚好可以把9座金字塔一览无余。一座座金字塔围在一起，就像是一个家族。哎呀！你看，就是抖成这个鬼样，我天哪！是吧？谢谢你把我们平安的送回来。狮身人面像依旧在守着他的秘密，周围是招揽生意的骆驼夫，是忙着寻找角度的游客。那些把石头垒起来的人已经不在了，这些石头还在，而我们也只是路过。如果说吉萨群是最巅峰的样子，那萨卡拉更像是刚刚开始的地方。好光滑，你看都反光了，光滑的墙壁。藏记柱廊的石块之间几乎没有缝隙，他们是用沙子一点一点磨出来的，一块一块的磨成这个样子，要花多少时间，还真有点算不过来。这个就是埃及的第一座金字塔。他们第一次把死亡认真地建了起来。左塞尔王的阶梯金字塔，一座坟开始变成一座建筑，塔身一层一层地往上叠，像是想要一直被看见。不过真正放下去的地方是在下面，一直往下，最后只剩下一堆石头。好可惜哦，乌纳斯的这个关掉了 ，closed 啊，关掉啦！唉，本来以为可以看到最早的金字塔铭文的。这条 road 很 beautiful， 哇 Yes。我身后的这个是红色金字塔，我们来到了达舒尔金字塔群。在一片荒芜的沙漠上，隐藏着一部人类建造金字塔的进步史。这是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金字塔，4个面线条是直的，整座金字塔泛着一点红，从顶端开始扑向四周，就像是有什么在散开。上红色金字塔要爬那么高，妈呀，感觉自己在漠河爬那个什么龙江18万，死去的记忆突然开始攻击我啊 ！Thank you 爬上来之后还要往下钻，天哪！为什么就不把动方向？今天的探险家装束真是穿对了。探险家。我的天哪！要一直低头这样子。哎呀！哇！啊，好深呐！还没完了！还没完！快照！这一个缺口是无数人撞出来的吗？哎
那个钻隧道。第一视角探险，看这个红色金字塔里，哦，就是这么一个坑。墓室的顶部比想象中要高得多，叠色拱结构的石块层层内收。哇，这里有最早的涂鸦，就在这个洞顶。弯曲金字塔是他们走过的一段弯路，建造到一半发现支撑不住，只能修改斜度收尾。塔身线条的这一凸起是通往成功的转折。另外，远处还有一座黑色金字塔，已经塌得差不多了。我们当时还在找它在哪儿，还以为这只是一个小土坡。朋友一直惦记着一种叫哈沃西的埃及牛肉馅饼。包车师傅听了，带着我们一家家找，问了好几家之后，终于找到了。后来我们请他吃饼，他请我们喝水。就是很幸运，因为他今天在试营业。大埃及博物馆，世界最大的单一文明博物馆。整个建筑到处都是金字塔和三角形元素。和开罗博物馆不一样，这里是重新整理过的古埃及。这么多人啊！靠，今天什么日子啊？一路迎接我们的各种石像，一层一层的摊开，不是仓库，而是终于被认真的摆放了起来。这个是图坦卡蒙的父亲埃赫纳吞的头部雕像，这个光打的活生生一个表情包。这个看起来像是方尖碑的塔尖，不知道是不是呢？我们来看一下。耶，没错，的确是方尖碑的顶部。走到大楼梯展区的最后，发现落地窗外刚好对着两座真正的金字塔，突然就觉得它们也是这个博物馆里的展品。这么大一个博物馆还没有完全开放，也算是见到了它长大以前的样子。来到了埃及文明博物馆啊，这里呢可以说是把埃及几千年的文化一次打包看完。碰巧他开了夜场。皇家木乃伊展厅里不让拍照录像，于是那些法老和王后最终只留在了记忆里。就是所有历史上有名的木乃伊，皇家木乃伊都凑齐在一起，可以说是一家人就係要整整齊齊，祖宗18代全部都聚在那里，然后从头一句一句的看到尾。而埃及的故事并没有结束，因为文明博物馆里不仅有古埃及，不同的语言、不同的信仰、不同的人，
一层一层的叠在这里。后来的文明并没有把前面的完全覆盖掉，它们一起留了下来。走到最后，看到了一副35000年前的人骨，留下来的不只是法老，还有后来的人。走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已经快没电了，但本地人的周末好像才刚刚开始。哈利利市场简直了，跟那个混乱大杂烩一样，好像什么东西都有一点。这边摩托车飞驰，然后那边又是踩高跷，又是转步的。开罗好像一直都是这样，有人忙着留下些什么，也有人忙着生活。那些古埃及人，他们并不是在迷恋死亡，他们只是在用一种极其笨拙又宏大的方式去抵抗遗忘，因为他们相信人不会真的消失。对于他们来说，死亡并不是终点。而几千年前的人拼命留下来的东西，现在的人正在他们旁边继续生活。